大龙尊主背负双手，他的面容在此刻中显得格外严肃。小龙尊主站在他的身旁，目光如炬，瞭望大宙尽头那片被黑暗之云笼罩的暗黑魔渊深处。此话怎讲？众人闻言神态各异，他们带着疑惑的目光看向大龙尊主和小龙尊主，试图在他们二位身上寻找一丝答案。大龙尊主缓缓开口，声音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除了我们神族长大人之外，其余6位神族长的神魂也同样被困在暗黑魔渊。他的话如同一道惊雷，在众人的心中激起了千层浪，顿时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紧张而沉重的气氛，连这片虚空也似乎感受到了这份凝重，温度都骤然下降了几分。这时小龙尊主附和开口，他的声音虽然平静，但却透露出内心之中对此事的一种严重之态。不管是神族长大人还是其他神族的神族长，他们的造化巅峰神魂也同样危在旦夕，所以前不久亡灵神族的神灵已经带着神域杯内等造化神器前往暗黑魔渊进行拯救他们的神族长神魂。暗黑魔物蠢蠢欲动，只有将这些神族长的神魂解救出来，那么天谷7大神族的底蕴都将会彻底的恢复到全盛时期。到时候即便暗黑魔物再次入侵大宙之中，那么我们天谷7大神族作为第一防线，自然会抵御住暗黑魔物的首轮最强的入侵。虽然天谷浩劫结束，让的大宙在这千万载的时间里都处于和平时期，但是在大宙中仍然存在着那些暗黑魔物的影子，甚至最近不少魔神苏醒，他们必然会采取对大宙不利的行动。如果那些神族长的神魂未被救出来，那么我们的天谷7大神族的底蕴也会跌落一大半的最强战力，届时暗黑魔物入侵大宙，那后果不堪设想。一旦我们天谷7大神族的这一道防线被击垮，那么接下来那些暗黑魔物就会入侵9大界，届时上下2界都将会成为暗黑魔物的毁灭目标。这一道的话语如同一记重锤，敲打在众人心头，甚至看到了那些暗黑魔物再一次入侵大宙的那等绝望的灭世场景。他们身为大宙的一份子，自然不会让暗黑魔物侵蚀整个大宙，他们一定也会用尽全力抵御暗黑魔物的入侵。众人此刻也明白了，为何对方会如此自信地说他们一定会答应，而应龙神族的2位尊主所说的没错，这是他们必然答应的事情。在这共存亡的面前，众人也无法拒绝，但此时吞吞却是开口道：我可以答应你们的要求，去填补你们应龙神族的天尊圣地榜空位，但是我也有一个请求。见到吞吞答应，应龙神族的数位神灵都非常的激动，大龙尊主的脸上也流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什么请求？但说无妨，只要在我们大能范围内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到。吞吞咽了咽口水，目光在大家的身上一一扫过，然后再次看向大龙尊主，沉声道：我希望在神葬结束之前，你们应龙神族可以保护我们这些人。然而大龙尊主微微一愣，旋即大笑起来：没有问题，这点小事情我们答应了，接下来如果谁要给你们造成威胁，我大龙尊主第一个不答应。但是神藏结束之后，你就必须与我们一同回应龙神族，接受应龙之力的洗礼。得到对方如此肯定的话语，吞吞抿抿嘴唇，心中松了一口气。毕竟他们的实力在神藏之中，随便遇到一个造化大能者都毫无胜算，而如今能够得到应龙神族的神灵大能者庇护，那么他们也再也不惧神藏中的任何对手。吞吞，你……夭夭的那张绝世容颜上浮现一抹对吞吞的不舍。这么多年，他们2人几乎是形影不离，而如今即将要分离，彼此心中都会有些伤心。虽然我也很不舍，但是为了大宙的未来，我们也必须以大局为重。而且我接受了应龙之力的洗礼融合，我也将会蜕变成为天尊圣地兽，到时候我的实力也将会达到一个恐怖的层次，就可以守护你们了。吞吞带着一抹微笑，掩饰自己心中的不舍，因为这一离开便是永远。他虽然成为了天尊圣地兽，但也就此永远失去了自由，成为应龙规则之法中的一部分。在场的其他人并没有开口说话，但气氛却变得无比的沉重，他们的目光紧紧注视着夭夭和吞吞。沉默了片刻之后，夭夭自然也明白吞吞所说的大局为重，强忍心中的不舍，勉强挤出了一抹笑容。吞吞，即便日后你蜕变成为天尊圣地兽，我也都会去应龙神族看你。此时此刻，在夭夭和有吞吞的心中，虽然无法一直待在彼此身边，但或许这也是一种彼此最好的守护。见到夭夭笑了，吞吞也挤出了笑容，这事情也算是彻底的解决了。大龙尊主和小龙尊主见到这些人居然如此重的感情，不禁也让他们感受到了一种特别，但这次在神藏中也让他们找到了先天圣兽，这样一来就可以填补天尊圣地榜的那个一直以来的空位。